边发现一具女尸，水警正在打捞，可能是从上游一路漂下来的。最早发现的是几名钓友，现在还在了解情况。带队，后枕部有被击打的伤，把它翻过来。好。谁他妈做的你？请问谁报的警？是我报的。我到这个桥下，准备在那里下钓的，刚刚把鱼钩甩下去，哎呦，就看到那个尸体，吓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钓鱼的？退休以后，差不多我问的是今天。2点20。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在这一带闲逛？可疑的，在这闲逛就是我了。等下需要你配合我们回去做个笔录。好。大家坐吧，坐吧，大家坐。根据法医的报告，我们初步推断死者的年龄在25岁左右，死亡时间大概是40个小时。死者的后枕部有一个被砸出的凹坑，死者的肺部进水，喉咙处有细小的沙子和藻类，所以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溺亡。最后，死者的右手手腕部被锐器切断，手掌目前还下落不明。师傅，恶性杀人案咱也不是没碰到，你们先查清受害人的身份，有什么需要协调的，随时找我啊。知道了。您好，这里是西江市龙阳分局。对不起，对，我们正在找大坑案的知情者。抱歉，您说的这位与我们被害人年龄不符。你有什么线索？你们认识被害人？知道。哦不，被害人不是男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管你老公出轨。你确认跟我们描述的被害人相符吗？好，你在那等我们，马上过来。冉姐，有线索吧？冉姐，你觉得取名大坑案好吗？总不能叫一帆风顺吧？我是担心坑太大会填不平。填不平就跳进去。是你打的电话吗？啊，对，我看了你们的警情通报了，那个受害者的描述跟我那个房客好像啊。带我们去他房间看看。哦，可以。他呀叫夏冰清，26岁。对于我来说呢，就是每个月15号手机响的那声叮咚，他也从来不拖欠那个房租的。但是今天已经18号嘞，钱一直没到账，打他电话也不通，敲门也没人。哎呦，真是。在这等着啊。
最后一次见到夏冰清是什么时候？今年年初，他在家待了3天。当时他情绪有什么不对吗？跟平时一样，有说有笑，还唱歌呢。他手上喜欢戴什么饰品？贵不贵重啊？这我还真没注意。他平时喜欢跟什么人交往？他就是重大节日的时候还才回来，回来就在家待着陪着我们，跟同学也都不怎么联系。你确定他在北京工作吗？啊，确定。他在北京干什么工作？麦克考养中心北京分中心，还是高管。他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们知道徐山川吗？不知道。他告诉过你们为什么要去北京工作吗？喜欢大城市。孩子就是想多挣点钱。你们家很缺钱吗？这事儿怪我呀。你别催了，没看见我都已经超速了。自从我们选择了跟老李家私了以后，我们就像跌进了一个无底洞。老李家的人隔三差五的来我们家，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医药费啥。冰清，吃饭了，赶紧的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嚯，你妈特意给你炖的排骨冬瓜，还给你烧了条鱼。冰清，今天应该高兴才对。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应该高兴啊！往下，给孩子看看，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是不是应该高兴啊？啊！我明明填报的是金融专业，怎么就变成护理学校了？你们不经过我同意就去找老师给我改志愿，谁给你的权利啊？好好跟你妈说话。这事儿呢，是我跟你妈商量的。护理学校的费用低，而且可以少读1年，这样你就可以尽快的出来工作。我不喜欢，我不想做护理。冰清啊，其实护理专业挺好的，它也好就业呀。你说你爸这些年在医院里边积攒了一些人脉，而且妈的科室也需要护士，真挺好的啊。来，快点看。我不管提前工作多少年，也填不满你们签的站。
好了，都在家呢。老李媳妇儿，你们就不能还我几天吗？我闺女上大学急等着钱用呢。我也是掐着日子来的。你们要是不给钱，那我们家都没米下锅了。你儿子他不是有工资吗？哎呀，你说他一个当保安的，他能挣几个钱呢？是吧？那钱也是他自己的，咱当父母的不能给孩子添麻烦。呀，这是准备吃饭呢。哎呀，还是你们家生活条件好啊！啊，有鸡有鱼，还有排骨，你们家生活条件就是好。哎呀，可怜我们老李呀，营养跟不上啊。哎呀，冰清，哎呀，你闺女是越长越好看了啊！你看这冰清，真是你大18变呢。哎呀，真好。哎，你看这个儿，哎，这真白净。你们这是还没吃呢是吧？啊？好。好吃吧？傻儿子，别老吃米饭呢。这鸡，这肉，来。还有这鱼啊，多吃点。我们想了解夏冰清工作以后的事情，比如说他都接触什么人，有没有什么仇人。我们冰清从小就招人喜欢，不可能跟什么人结仇的。要说不喜欢啊，也就是老李媳妇儿他们家，还有他那个儿子。为什么？他们家提出过一个条件。其实呢，我跟你们要账也要累了，你们赔钱也赔烦了。我现在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把冰清嫁给我儿子小伟啊！啊，这样的话，咱们2家人就成一家人了，那就不存在什么赔钱不赔钱的了呀，啊，是吧？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呀，这么说你同意了？谁同意了？我会认真考虑的。那你真会认真考虑啊？我们家人是不讲信用的吗？走了啊！一份是我的辞职信，一份是我同意嫁给李小伟的承诺书。现在，请你们选择。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做这样的选择题？因为我想帮你们跟老李家了断。我宁愿你辞职，我也不愿意嫁给李家那个胖子。那妈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当然跟你爸一样。那这辞职怎么就能帮咱们跟老李家了断啊？我想好了，我去北京给你们赚钱。北京钱就那么好赚？有一个连锁康养中心正在招北京分中心的高管，优先招护理专业和有护理经验的年轻人。像我这样的条件，他们肯定满意。你想去北京，你就跟我们直说嘛，非要说要嫁给李小伟吓唬我。去什么北京啊？辞职这事儿我不同意啊。那我有别的办法吗？那你说我怎么办？冰清，案发当晚16点15分，夏冰清从半山小区大门前乘坐蓝色出租车离开。16点43分，出租车出现在了莲湖大酒店门前。下车之后，他进入酒店，在大堂吧的临湖落地窗前坐下，点了一杯咖啡，坐了1个多小时。期间不时低头查看手机，左顾右盼了10几次，似乎在等人。他等到了18点1刻钟，结账出了酒店，往右向湖边的步行道走去。进入步行道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从他离开酒店到他遇害只有45分钟，也许他就消失于环湖这一带。夏冰清在这儿，你看他在看谁啊？穆达夫，
么时候？我还想问你呢。这事儿你先替我保密，等我弄清楚了再说。好。任姐，看你一动不动，以为你要往河里跳呢。这儿会不会是案发现场？我们在周围勘察了一遍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这是莲湖大酒店的监控盲区。如果夏冰清从大堂走到了这儿，凶手突然从他身后袭击，一锤子把他砸进水里。照这么说，凶手很可能会顺着瀑布下游把尸体拖走。这条河是不是连着西江？连着的，大约3公里。凶手是个游泳高手，可能还借助了什么工具。我们顺着下游再查一遍。进。冉姐，你昨天回去说空问姐夫了吗？昨天太晚了，回去他都睡了，没来得及问。幸好你还没问，我忽然想起来啊，按规定你应该回避才对。难道你怀疑穆达夫是凶手？我不应该怀疑他，可是为什么那么巧啊？他不仅跟夏冰清先后来到莲湖大酒店的大堂，而且夏冰清离开之后5分钟，他也跟了出去，之后2个人都在监控里消失了。你太高看他了。我非常了解穆达夫这个人，给他100个胆他也不敢杀人。我不是不信你啊，姐。你不是一直教我，不能放过任何可疑人员吗？没毛病。所以我觉得所有同时间段出现在大堂的人都是咱们的调查对象。那你觉得穆达夫跟夏冰清认识，还是纯属巧合？你先想一想，那天晚上姐夫是什么时候回去的？那天不就是咱们在庙前街小超市救人那天？收留警察。大半夜的怎么还洗人衣服？
朋友喝多吐我身上了，洗洗。是挺奇怪的，大半夜洗什么衣服呀？洗衣服？洗什么衣服啊？洗了他的长裤。凌晨1点回家还洗衣服，他之前这么干过吗？从来没有。冉姐啊，要不然这样，交给我们去调查一下。没有顾虑，给我查得清清楚楚再回来。放心吧。你好。穆大夫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你认识夏冰清？那你呢，夏冰清？你在等谁？穆教授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有点眼熟，但是想不起来了。肯定不是我认识的。他叫夏冰清，15号晚上被人谋杀了。大坑案的受害者，为什么给我看啊？我能帮助你们什么吗？我们在调查监控的时候发现，15号下午5点，你和他同时出现在莲湖大酒店的大堂吧里。这么说的话，有点影响。你去莲湖干什么？见个朋友啊，不让他迟到。晚上6点1刻，他走出酒店，4分钟之后你也走出酒店。你去了什么地方？你们不会怀疑我吧？我想知道你出了酒店之后有没有见过他？没有。我去湖边转了半个多小时。然后呢？然后去见我那朋友。见谁？这事儿跟这个案件有关系吗？为了证明你跟这个案件没关系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。姓名？许山川。性别？男吧。年龄？40。职业？麦克康养中心董事长。3月15号晚上你在哪儿？我在家陪老婆孩子吃饭。谁能证明你在家？陪老婆孩子吃饭呀，他们不能证明吗？我们家还有保姆，小区、我们家院子、车库都有监控摄像，你们可以去查。什么时候装的摄像头啊？大概5年前吧。我们家老大。你认识夏冰清吗？认识。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
男女朋友关系。 3月15号，夏冰清被杀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不难过啊？难过。看不出来啊。那要怎么看出来呢？我得把“难过”2个字写在脑门上吗？你都有家有孩子了，还交女朋友啊？我犯法了吗？穆教授，你不能不回答问题啊！要想别人不怀疑你，首先你得把自己讲清楚才对。就因为我跟受害者出现在同一个空间，你们就得怀疑我？所以让你讲清楚啊！你为什么做了1个小时之后会跟着夏冰清前后脚离开酒店？你到底是去见谁？你散完步之后去了哪里？为什么凌晨1点才回家？你回到家之后为什么要洗衣服？徐山川，你应该清楚我们为什么找你。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的吧？我们所有的怀疑都不是空穴来风，所以需要你配合。好，我配合。他遇害那天下午是不是约过你？是他约我见面，但是我答应了老婆回家吃饭，我就没去。你知道他为什么约你吗？那段时间他情绪非常不好，总是说自己很烦，然后说想自杀。那你为什么没去？不怕他自杀？我认为自杀这种事情是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觉得他就是在我面前耍小姐脾气。老地方指的什么地方？徐山川，请回答。莲湖大酒店。那是你们经常私会的地方，对吗？是的。你们上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啊？2个月前吧。男女朋友2个月没见，合理吗？我呀，我当时是跟他说要分手，他不接受，我呢就认为时间是最好的工具，所以我得给他时间去适应。你今天可以见你了。这谁能对一个女孩子这么残忍啊？这本我们从夏冰清的住处找到的。你送给他一本诗集是什么用意啊？我听人说，当年这个克林顿送过一本这个书给那个莱文斯基，但是我本身这个行动没有什么意义。是你让他做你情人的暗示，对吗？算是吧。这上面的时间，那时候你们认识多久了？1个月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哪位是夏冰清？是我，到你了。跟我来吧。您好。坐吧。这是我的简历。
怎么会带着行李箱来面试啊？只要面试通过，我可以立刻出发。聪明。但是，聪明在这个时代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有心机啊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，只要出发点不是肮脏邪恶的，一个人聪明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吧。而且您刚才说了，是被误认为心机。你去别的公司面试也会拉着这只箱子吗？不会，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不在本市。那你能打开箱子让我看一下吗？我能知道为什么吗？算是我为你特别出的一道面试题。呀，当然，如果不方便的话，你也可以拒绝。觉得您这样有点不太礼貌吧？倒是一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样子。说起来吧。各位，我们今天面试已经结束了。李思诺这边，郑倩这边，你们2位跟我来一下，其他人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可以回去了，谢谢。恭喜2位啊，被我们公司录取了。下周开始过来上班都没有问题吧？没有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再见见徐总。徐总已经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找徐总。您贵姓？我姓夏。哎，李小姐，有事儿吗？这位小姐想找徐总。你和徐总有约吗？我来给他。他往男人腿上一坐，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扛得住。我也是个凡夫俗子，那我也不例外。我承认我当时是动心了，但是我犹豫了一下，我就把他推开了。可能就是因为推开这个举动，那伤到他的自尊心了。反正他一下就哭了，就好像我欺负了他似的。你到底有没有欺负他？
在最初我完全就是拒绝的，因为我一想到老婆孩子，一想到我的企业，我是硬生生把这股劲儿给忍下去了。像我这种社会地位的人，面对主动靠近的异性，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夏冰清也不例外，我当时就把他轰出去。停！你是在背台词吗？能不能说点真话？我说的就是真话呀。真话会喘气儿，假话才像坐滑梯那么顺。到底有没有把夏冰清轰出去？轰了，轰出去了。你不但没把他轰出去，你们两个还在包房待了3个小时。谁说的？你回答我是不是事实？那是在我把他轰出去之后，他又回来了。他回来做什么？他回来重新坐在我腿上。然后呢？我又把他推开了。3个小时你们在包房就干这个？你们还干了什么？聊天啊。聊什么？我就反复跟他讲，人生不要走捷径，否则很容易吃亏。你怎么知道他想走捷径？因为他来应聘的时候是拉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来的，我发现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发现了一盒冰套，还是大盒的。你说这个单身女孩，她要不想走捷径，她随身携带这个干什么？你和夏冰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性关系的？都是他主动的。我问的是什么时候？就在应聘的当天，就在包间里。这么快？不需要培养感情吗？我喜欢他，又是他主动的，这种一拍即合的事儿需要培养什么感情？那么还有一见面就闪婚的呢？可你刚刚说你一想到老婆孩子社会地位就咬牙忍住艳遇的嘛？是啊，但我也是一个正常男人，这么漂亮一个女人来勾引我，啊，我忍来忍去，最后没忍住，破了自己的底线，这也没什么可意外的呀。你这么做对得起老婆孩子吗？你是来办案子还是办道德？这个问题跟案件有关系吗？你如果想让我好好配合，你先学会尊重我，否则我拒绝回答你一切问题，除非你们换人。你可以选择性回答。徐振川，你有义务配合警方调查。这是他的策略，表面上是攻击我，其实是想换一个不那么让他难堪的人来问。而更本质的是，他想通过换人满足他的控制欲。如果他的要求得逞，那下一步就更难问出真话了。你什么毛病啊？你不就是想耗吗？这是我单位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，再耗下去我还能给你加班费呢。太幼稚了。好，行，我没有时间陪你们在这儿玩，好吧？行，我认输。你有什么问题就问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徐振川，我是对事不对人，好好回答完我的问题，自然就放你走。你问吧。3月15号，夏冰清第一次跟你说他想自杀吗？不是。他中间有一次跟我说想跟我结婚，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事儿。我说行，我回去把婚离了，我回来娶你。
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，这个婚我压根儿也离不了。我就告诉他，咱俩结不成了。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，他的这个想法已经成型了，而且拽不回来了。就我越说不可能，他越觉得有可能，而且坚定地认为是我不愿意，魔怔了一样，每天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。我只要不出现，他就拿自杀威胁我。他有自杀的表现吗？有一次，在他的那个租的房子里，他拿水果刀直接割手腕子，就幸好我及时发现，把那个刀抢下来的。还有一次，开着车呢，在那个江北大道上，他开着车就要往江里面开，又是我手脚麻利把那个方向盘给夺过来。还有一次在楼顶上，他就要往下跳，又是被我拽回来了。你看，就是每次都当着你的面，说明他不想真自杀呀。所以我不想让他觉得可以用自杀这个事情来拿住我，因为这个事情它本身，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？所以他最后一次说自杀，我就没当真嘛。因为他真的爱上你了。任姐，我们调查清楚了，15号晚上，孟教授他父亲生病去医院了，晚上8点他去看了他爸。有顺良小韩吗？来，跟我来。妈，我到急诊门口了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哎呀，大富，你可来了。这急诊室有一个凳子，是一个受伤者能坐过的。姐夫坐下去之后，才发现这上面有血，他就把裤子弄脏了。他回家之后才洗的裤子。这个是急诊室的视频，有了这个就能排除姐夫的嫌疑了。晚上7点，穆达夫在什么地方7点，他从酒店出来之后，直接去医院了。10点之后，他去了什么地方？你就相信我，他绝对没有作案时间。除了这个视频，还有什么人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？婵姐，你都把这案子交给我，你就完全信任我就好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姐夫跟这案子绝对没关系。咱们就把注意力都放徐山川身上，就完事儿了，好吧？天伟啊，你没结婚吧？没有。如果你结婚了，你就应该知道，男人都有一些不想让老婆知道的秘密。我又不是你老婆，但你是我老婆的下属。难道在你眼里面，你的秘密比一条命还重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天伟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跟这个案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答应你，如果你真的跟这个案件没关系的话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，哪怕是出轨。你别乱说话，我没有出轨。那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邵天伟，你是在替穆达夫保守什么秘密呢吗？没有，我替他保守什么秘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人干不了什么坏事儿，也说不了瞎话。我真没说瞎话。爸爸，哎呀，东东来了，哎，来了。爸，您病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这不吃着药呢。他这病啊，是急出来的。这问题解决了，他那病就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，能让爸急出病来？这事儿你得问你们家达夫啊。我说报案，他不让报。问题都已经解决，就别说了。不是，张教授那部分是解决了，那我的呢，一点都没追回来啊。追什么呀？钱。什么钱啊？你爸呀，让一个叫什么 P2P 的公司啊，把那积蓄啊都给他骗光了。怎么不报案啊？达夫不让我们报案，说家里有个警察还被骗，说出来都丢人。这不是今儿我们俩商量着，怎么着也得把这事跟你说一下。这么大事
事你也敢不告诉我？吴大夫啊，你可真能瞒啊！怕给你添麻烦。再说了，这老板都跑了，报案没用。那也不能不报案啊！很多人报过案了，被骗的不止他一个人。那被骗了多少啊？东诺啊，这不光是钱的问题，诚信，诚信呢？你瞧，这一跟他说钱啊，他就跟你说其他的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他这辈子的积蓄啊，全都让人骗光了。他还跟人张教授借了20万。前些日子，张教授催他催得急，这他急病了。这还是达夫给他解决了这20万，他这病啊才好转。这么严重啊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明天我回局里问问这案子。行了，你回家吧，回家。给爸那20万你从哪儿弄的？天伟没跟你说呀？没有。难道他办案不需要跟你汇报一下？没说细节。行吧，那我就把车停了，踏踏实实跟你说吧。我有路。喂。知道了。处理一下工作。喂，今晚几队值班？勇哥在吗？让他等下回给我。说吧。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。15号下午，爸这边呢急需20万现金还给张教授。你这也听说了嘛，这钱是被骗的。我不太好意思跟你张口要，想着说跟朋友借吧，就打了几个电话，几个人全都支支吾吾的，我就特别烦。这时候贝珍把电话给打过来了，说是来出差，问我能不能一起吃个晚饭。就是那女作家。对，是那女作家。我说我这边有急事，没法跟你吃晚饭，他就问我为什么。喂，勇哥，入室抢劫那案子，你让文姐把所有口供今晚整理好，务必发给我。对，今晚必须发给我。接着说。我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就都跟他说了。他说那这样吧，我去银行取钱，就当是借给你。喂，王局。明白，我来处理。人带回来了吗？你跟小平说一下，等一下我回去审。还有，你给旺哥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回局里。说。然后我跟他约的5点左右在莲湖大酒店见面。我去了，等了一会儿，他人也没来。打电话呢他也不接，发信息也不回，我就更烦了。想着说得了，去湖边转转吧，透透气。这时候被人电话回过来了，说是去取钱的时候呢手机忘带了，取了钱之后又回到宾馆拿了手机才回给我，结果正好赶上晚高峰，中间还耽搁了1个多小时。贝珍对你不错呀。江湖救急。后来我就跟他在医院见的面，拿了钱呢给爸送上去，又陪爸坐了一会儿，接着就去跟贝珍吃饭，俩人喝了点酒，当是表达谢意吧。反正坐下的时候9点多钟吧，最后结束半夜了。行，明天我给你打20万，赶紧把贝珍的钱还了。那不用，我这课题完成之后拿稿费还吧，好吗？你的稿费不就是我的稿费吗？别麻烦外人了，就这么定。赶紧送我回去。哦，好。
一个都不认识。这个是刘玉萌，这个是尹涵。据我们调查，他们都是跟徐姗姗经常约会的情人。哦，那个呢？他叫夏冰清，他也是徐姗姗的情人吗？他们好了3年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？知道我们为什么传唤徐姗姗吗？不知道。他被杀了。你们认为是徐姗姗干的，或是我？我需要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你知道他外面有情人吗？感觉得到，但我不想知道他这些破事。只要他对我好，别的我都不管。我们结婚8年，只要他不出门应酬，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按摩。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。我一面享受着他的伺候，一面承受着他的背叛。有的时候需要用爱去原谅恨，有的时候需要用恨去捣乱爱。照这么说，你不在乎和别人分享他的爱？爱，所谓爱情，就是双方接触的时候大脑分泌的多巴胺。等保鲜期过了，彼此都懒得被对方分泌了，谁都不敢保证只有唯一的爱。你这么放任他，他也这么放任你吗？这不是放任的事。如果一个人想出轨，另外一个人是拦不住的。如果你一直对他是这个态度，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图的是什么？从他追我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就是只要跟我有关系的事情，全听我的。你说他对你百依百顺，能说的具体点吗？我说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事情上，他都听我的。比如他追我的时候，康养中心刚成立不久。有一次他带我逛了一圈，煞有介事的让我给点意见。我说你应该成立一个意见部，谁都可以给你提意见，而且每提一条都要有奖金，这样可以拉近上下级的关系，还能让大家更有凝聚力。他当时就同意了，没过多久他就请我去接管他的意见部了。还有吗？结婚前他准备风风光光的大办，酒店也选好了，请柬也发了，但我就觉得这么办特别没劲，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办了，我想跟他去国外旅行结婚。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，1分钟取消了一切，1小时制定了行程。你当时特别开心吧？当然。也就是说，你曾经相信过爱情。是的。现在不信了？如果你丈夫在外面有那么多情人，你还会相信爱情吗？你恨他了吗？如果对所有看不惯的事情都要去恨，那我早就自杀了。徐山川有可能为了摆脱夏冰清的纠缠作案，沈小莹出于嫉妒，又或者是为了保护家庭，也有可能出手。问题是他们都没有作案时间，邻居、保安、快递员都能证明当晚他们在家。我认为沈小莹作案动机不足，因为她对徐山川出轨不在乎。据沈小莹母亲回忆，沈小莹从小学开始成绩就在班里数1数2，只要成绩下滑，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吃不喝。一个从小被人宠着、自尊心这么强的人，怎么就变成了云淡风轻的佛系？他在装，
他读的是心理学专业，虽然他强调毕业后全心全意做家庭主妇，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，但他毕竟系统的学习过心理学。有道理。许山川给沈小英存的钱买的房，多到足以抵消任何怨恨。小心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。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，我们只能让徐山川和沈小英回家。我请求对他们进行24小时监视。叔，有人跟踪我们。跟着就跟着呗，你又没干什么坏事。明白。面试那天，夏冰清从包房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脸上什么表情啊？他当时披着头发挡着脸，我也没看清楚。他们两个人谁先走出包间的？他们俩在走廊上说话了吗？夏冰清先走出包间的，徐山川跟在他后边，给他拿着包。他们怎么离开康养中心的？徐总的车停在大堂门口，徐总给他开车门，但他没上去，自己拖着箱子走的。哎，你说你跟他也偷偷好过一段时间了，他有为你拿个包开过车门吗？从来没有。就是。那3个小时，包房里有什么动静吗？包房的隔音效果挺好的，除了隐隐约约有音乐的声音，其他什么都听不见。别紧张，我会保护好证人的。我好像听到过女人的哭声。那天我拿着一份急件去找徐山川签字，我推开卡拉 OK 包房门的时候，我听到歌声夹杂着女人的哭声，好像是从卫生间传出来的，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哭声。我就关上门转身走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看见，声音也是隐隐约约的，就只能说好像是哭声。行了，谢谢你的配合，有需要我会再找你。徐总是凶手吗？你觉得他像吗？不像，其实他人挺不错的。我仅仅是了解一下情况，回去吧。好。4月22日面试那晚，夏冰清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？其实也没啥反常的，孩子就是高兴，高兴的哭了一天一夜。怎么个哭法？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边。高兴怎么是哭？喜极而泣，因为他终于可以到北京工作。除了那晚，后来他有没有还在你们面前哭过？拿出来吧，你兜里的。
为什么没早点把这封信交给我们？因为她没有成为我们想要的女儿。你们就像我的父母，哪怕衬衣破了100个洞，也要确保领子干净挺拔。人都死了还说假话，哪儿来的底气呀？今年年初，她回来，待了几天，我们领她去看她的爷爷奶奶，她才跟我们说了实话。爷爷奶奶，我跟一个人好了，但他有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？你说的不是真的，对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离开他，重新找一个。你觉得这件事儿就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？啊？我不管简单还是复杂，我的女儿不可能给别人当小三儿。反正我已经什么都没了，一个生活而已，没所谓。你还有我们呢，你有爸有妈。啊，我还有你们。从小我就听你说，我这辈子就为了我闺女。你真伟大，真有担当。但事实上，你给过我什么？房子、存款、幸福还是安全感？别说了啊，咱们回家再说这事儿，别跟爸爸这么说话。我给了你生命，我把你养到这么大，没有我行吗？啊！我谢谢你，多亏有了你，没有你我怎么会上不了大学？没有你我怎么差点就嫁给李小伟了？没有你我怎么会给别人当小三？别说了，冰清，听话。你不要脸！对，我就是不要脸。你对我的爱都是嘴上的，最后还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。我不当小三儿，谁给你还你欠的一屁股债？你现在刚把屁股擦干净，掉头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我是吗？你别忘了，你的屁股是我给你擦的，是我在替你的无能买单。别亲。我竟然动手扇了他一巴掌，我不知道他会遇害。我要是知道，我宁可伤我自己。我现在后悔啊！第一次我问你们，你们说他上次回来没什么异常，有说有笑还唱歌，你们知道你们耽误了多大的事儿吗？你们把我们破案最宝贵的窗口期给耽误了。
对不起，当初没跟你们说老实话，是因为我们不服，我们对我们家这个命不服。但你们帮凶手赢得了时间。这是莲湖大酒店丢失的2个救生圈，丢失的具体时间不详。酒店怕人不慎落水，在栅栏边上配备了10个救生圈。这个是西江下游10公里处的孩子们，18号中午他们在江里捡到了救生圈。你们检测救生圈上的 DNA 了吗？错了，救生圈被水冲刷，又被7个孩子的身体轮番摩擦，没有在上面提取到犯罪嫌疑人或者死者的 DNA。你怀疑这2个救生圈是运送夏冰清尸体的工具？是。我怀疑案发的第一现场就在莲湖边。可是我们又重新勘测了桥下水域和河流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所以啊，推理再次沦为推理。我感觉有点对路了，你们还得继续努力。这个是夏冰清留给他父母的字条。这能说明什么？我觉得夏冰清是在暗示，如果出什么意外，就是徐山川干的。是不是还可以解释为，如果我死了，可以找徐山川解决困难？夏冰清在写这张字条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生命受到了威胁？你们要从夏冰清身边的每一个人查起。我需要的是证据，而不仅仅是推理。明白。明白。别吃了，还有心思吃呢。到了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是叫吴文超吗？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？认识吗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2年前，一个晚上也下着雨，我在公司里写策划方案，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门口。痛快！谁啊？啊？要干什么？别睡啊，睡着了会感冒。来喝杯咖啡。
喝点热乎的。你叫什么呀？你住那个几楼几号？我给你送上去呗。我喝多了，我都断片了，难受。难受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啊？或者你给我个你朋友电话，我叫你朋友过来接你什么的。闭嘴！要不是地板上的水渍，吧台上剩的咖啡杯，我还真以为这是一场梦。你是不是现在觉得更像一场梦？像的我都怀疑人生。能说说你跟夏冰清的交往吗？那次之后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没想到1个月后，大约晚上10点，他突然就走进来了，指了指咖啡机，我就过去给他煮了杯拿铁。加上牛奶解酒。他喝完了，跟上次一样，连句谢谢都没说就走了，好像讨好他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从此，每10天半个月，他就会走进来一次，大都是晚上应酬之后，顺道进来，十有八九是酒后。唯一的区别就是酒醉的程度不同。你住办公室啊？我住另外一个小区。经常加班？我常常工作到深夜。据周围住户的反映，你是认识夏冰清之后，你们这广告公司才每天晚上灯火通明的。我确实认识他以后，比以前更喜欢加班。每天等他，就像等一个老朋友一样。要是等不到他，就觉得这一天又浪费了。我等他
是因为我喜欢跟他聊天。你们是怎么聊上的？一天深夜，他走进来的时候，身体比每一次都要晃。咖啡。烦啊！你能抱抱我吗？混蛋！你抱的是沈小莹，不是我啊。好热啊，你这儿。哎，叫你呢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到底又做什么了？多看了2眼。流氓！你凭什么脱我毛衣啊？我没脱你衣服啊。不是你脱的，是我自己脱的，是吗？你们男人怎么都是一个臭德行啊？也有例外啊。再说你好好的女孩，你每天喝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我皮带呢？我裤子上皮带呢？啊？皮带你是不是来的时候你没系啊？不可能！你到底对我做什么了？你把我皮带藏哪儿了？不是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喝的酒？你是不是皮带忘在人家里了？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！我要告你耍流氓！幸好我有监控，要不还得花钱请个律师。你给我打开！现在，快，给我打开！
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沈小莹是谁啊？不该问的就别问，不然我以后就再也不会来喝咖啡了。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遇到好人啊！喝杯咖啡吗？来一杯吧。夏冰清都跟你聊了些什么？聊他的故事，重点聊他的感情故事。有很多事儿他都说了很多遍，10几遍，就像是一袋茶，泡来泡去，泡了很久，都泡不出味道了，还在泡。你能说说他跟你聊的具体内容吗？他说他被人强迫了。他说的是强迫还是强奸？强奸。你好好回忆回忆。他具体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这对我们很重要。好听吗？我给你换一首，还有一首。关了。我让你关了，你听不见啊？怎么了？我听不了这首歌。我一听这首歌，满脑子就是那天。那天就是那天，他就是放的这首歌，他把我哪天啊？谁把你怎么了？你想知道吗？不想说可以不说。你其实特好奇，特别想知道，但是你怕我知道你好奇，对不对？想知道你就说想知道，你装什么无所谓啊？真虚伪。我不是装无所谓了，我是怕你跟我说了太多之后，然后远离我。你怕我远离你吗？
也是也不是。他把我强奸了。徐总，有文夏小姐找你。他们怎么放你进来的？我说要给您送东西，他就带我过来了。你要给我送什么东西？您为什么不录用我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录用你呢？因为我是学护理专业的，还有工作经验，你们招聘信息上所有条件我都符合。符合条件我就得录用。那全中国符合条件的人很多，我是不是都得录用啊？这个公司是我的，我就是录用一帮傻子也跟你没关系啊。不是，谁借你的胆子跑到这儿来质问我这个公司老板的？你还有别的事吗？徐总，我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。试用期我可以不要工资，如果我干得不好，您随时可以辞退我。这样吧，护理部门的招聘工作结束了，现在开始招聘董事长助理，但是跟你的专业好像没有关系。助理我也可以。你有工作经验吗？我可以学。你觉得我是开学校的吗？那徐总，您告诉我，助理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董事长助理首先得形象好。我形象不好吗？来，把围巾外套摘了，陪我喝杯酒。会唱歌吗？给我唱首歌。你是招助理还是招小姐啊？那随你怎么想了。What a wonderful world. Nice sky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, the bright crescent face, the dark silver light, and I sing to myself.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, say how to do. 如果能喝酒会唱歌就可以当助理，我可以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坐这边吧。
块啊可以扣我脸上。I see for me and you,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来。这也是助理的工作吗？之一。那我算过关了吗？你呀，还得再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您问。你为什么回来？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，准确的说是渴望。那总得有个理由啊！你别说你爱这个职业啊，我。一下样，很多事情啊，都是需要有一个磨合和习惯的过程的。